你现在站在欧美超市的蔬菜区，冷气很凉，灯光很亮，架子上一排排的菜整整齐齐，但你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拿哪个，不是看不懂，是不敢拿，因为你有肾脏的问题，或者家里有人有肾脏的问题。医生说要控钾控磷，可是这里的菜全是英文，你不确定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，索性什么都不买，回家煮白饭配白菜。我是高医生，在肾脏科超过20几年。今天这支视频，我要带你在欧美超市走一圈，直接告诉你哪10种蔬菜低钾、低磷、护肾，有科学依据，怎么挑、怎么处理、怎么煮，每一种都说清楚。进超市可以直接用的实战指南。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，现在先点一下订阅。我每周更新对中老年人真正有用的健康信息。很多人说比看诊还清楚，我们直接开始，先从一个很多台湾肾友从来没拿过的菜说起。它放在欧美超市的异国蔬果区，表皮淡绿色，形状有点像2个手掌合在一起，它叫佛手瓜，英文叫 chayote。 台湾有些地方叫它合掌瓜，在 Walmart 或 Whole Foods 的墨西哥或亚裔蔬果区都找得到。为什么肾友应该买它？因为它是少数同时兼顾低钾、低磷、低钠、低热量的蔬菜。每100公克钾只有125毫克，磷只有22毫克，钠几乎是零。这个组合在蔬菜里面非常罕见。它护肾的关键在于它能抑制一种叫黄嘌呤氧化酶的东西，简单说就是它能从源头减少尿酸的生成。很多肾友同时有高尿酸，尿酸经体会直接损伤肾小管，而手瓜有天然的调节效果。另外它含有丰富的叶酸，能帮助代谢血液里一种叫高同型半胱氨酸的毒性物质，这个东西是心血管硬化和肾功能衰退的加速因子，叶酸正好能把它转化掉。怎么挑？选表皮光滑、颜色翠绿的，避开表面起皱或长出小芽的，那是纤维开始老化的信号。怎么处理？切开的时候会分泌白色汁液，会让皮肤有点收紧的感觉。记得戴手套，钾含量已经很低，不需要泡水，直接下锅就好。如果肾功能在比较后期需要更严格控钾，切片后跟水浸泡15分钟，再下锅，钾还可以再降一些。怎么煮？最推荐的方式是加姜一起炒，或者切块煮汤。姜的温性可以平衡瓜类偏寒的性质，搭在一起吃，身体比较舒服，口感脆，有点像大黄瓜，但比黄瓜更有嚼劲。炒起来不会出太多水，很容易入味。接着往架子走过去，看那排颜色很鲜艳的蔬菜。很多肾友看到颜色深的菜就紧张，觉得颜色深代表钾高，但甜椒是一个例外，英文叫 bell pepper。 不管是红椒、黄椒、绿椒，在肾病饮食指引里面都是被肯定的食材。数字先说清楚，每100公克的甜椒钾含量大约175毫克，磷只有20毫克，这在蔬菜里面算非常安全。甜椒最强的地方是维生素 C 含量惊人，每100公克的红椒维生素 C 甚至比橘子还高。对肾友来说，身体长期处于低度发炎的状态是肾功能持续下降的主因之一。甜椒里面的木烯草素能有效抑制肾小球的发炎反应，减少纤维化的速度。美国国家肾脏基金会多次把甜椒列为控钾饮食的基础食材。怎么挑？选颜色鲜亮、表皮紧实、没有皱缩的。红椒比绿椒的抗氧化剂含量更高，能选红的就选红的。怎么处理？维生素 C 是水溶性的，切开之后不能泡水，那样营养就跑掉了。正确方式是先洗后切，马上下锅或直接生吃。怎么煮？最好是大火快炒，或者
直接切细丝拌沙拉生吃。生吃的时候，甜椒的清甜带一点点脆感，跟什么都很搭。炒的时候大火30秒到1分钟，保留它的脆度，口感很好，也不会让维生素 C 流失太多。不要长时间水煮，那样几乎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煮掉了。如果你同时有高尿酸或肾结石，绿椒的草酸含量比红椒稍高，建议不要过量生吃，稍微汆烫一下比较稳。超市里那种袋装的小彩椒，抗氧化剂密度更高，很适合拿来代替饼干当点心，一小袋抓几个，清洗后直接咬。甜的小孩也爱吃甜椒，买回去不耐湿，用报纸包起来再放冰箱，可以多放几天不起皱。接下来这个是欧美超市最便宜最常见的菜之一，很多人天天买，但不知道它有多重要。高丽菜，英文叫 cabbage， 台湾人很熟悉，大陆北方叫圆白菜或包菜，南方叫卷心菜，在英国有时候标 white cabbage。 欧美超市的高丽菜通常长得更大颗更扎实，像一颗保龄球放在架子上。每100公克的高丽菜钾只有170毫克，磷低到只有26毫克，这个数字让它成为肾友蔬菜清单里面的模范生。它护肾的机制有2个，第一个是它含有维生素 U， 很多肾友因为长期服药，胃黏膜容易受损，维生素 U 能帮助修复胃壁，是天然的胃部缓冲剂。第二个是它含有萝卜硫素，这是一种天然的解毒酶激活剂，能帮助身体启动自己的解毒系统，减轻肾脏在处理代谢废物时的负担。它是强碱性食材，能帮助改善肾病患者常见的代谢性酸中毒。升糖指数只有26，对需要同时控血糖的肾友来说又饱又安全。怎么挑？拿起来越沉越好，越重代表水分充足，里面的护肾成分浓度也越高。怎么处理？切开之后要尽快用，因为切面接触空气后维生素 C 流失很快，整颗没切的用保鲜膜封好放冰箱，可以放将近2个星期。怎么煮？千万不要长时间炖，那会把维生素 C 跟叶酸几乎全部破坏掉。最好的方式是手撕之后大火快炒，或者切丝穿烫30秒，捞起来加一点点香油，跟姜丝拌，清爽不腻，很下饭。炒的时候高丽菜会出一点点甜味，带点脆感，跟蛋炒在一起或者配豆腐都很好。如果本身有甲状腺功能低下的问题，高丽菜含有治甲状腺总数，一定要完全煮熟才吃，不要生吃。高丽菜旁边通常放着它的最佳搭档白花椰菜，英文叫 cauliflower， 这2年在欧美健康圈非常红，原因很简单，它现在是肾友替代白米饭最好的选择。每100公克的白花椰菜钾约160毫克，磷只有30毫克，对比白米饭的磷含量，白花椰菜的负担轻得多。它有一个特殊成分叫丁岛3甲醇，你不用记这个名字，你只需要知道它能帮助肝脏更有效率地分解毒素。当肝脏的解毒效率提高，血液里的毒素浓度下降，肾脏的过滤负担自然就减轻了。美国国家肾脏基金会把白花椰菜列为肾脏超级食物的首选。怎么挑？选花球紧密，颜色乳白，没有黑斑的，有黑点代表开始氧化，尽量挑全白的。怎么处理？清洗要仔细，花球的缝隙很容易藏虫或农药残留，切成小朵之后，先用盐水泡5分钟，再用流动的水冲，不要整颗放进去洗。洗不干净的怎么煮？它最大的天敌是长时间水煮，那样超过1半的抗氧化物质都溶进水里被倒掉了。建议用蒸的，或者大火快炒，或者切小朵之后用烤箱烤，烤出来表面微焦，里面软糯，有点像烤马铃薯，
但更清爽。很多人第一次吃会惊讶说，原来可以这么好吃。在欧美超市，冷藏区有时候有现成的花椰菜米，叫 cauliflower rice， 直接当主食用，磷的摄取量比白米饭降低超过50%，而且饱足感很好。另外有个黄金搭配，白花椰菜加姜黄粉一起炒。姜黄素是强效天然抗炎剂，而白花椰菜里的含硫化合物能大幅提高姜黄素被身体利用的比例。做法很简单，花椰菜切小朵，锅里加一点橄榄油，放姜黄粉下去炒，少放盐。起锅前挤一点柠檬汁，颜色漂亮，味道很香，甚有吃得安心，家人也爱吃。继续往前走，你会看到一个长得很像大黄瓜但皮更光滑的东西，这个叫痔瓜，英文在美国叫 zucchini， 在英国、法国、澳洲通常叫 courgette， 台湾有些地方叫西葫芦或翠玉瓜。每100公克钾只有150毫克，磷38毫克，升糖指数极低，大概只有15，对血糖几乎没有影响。同时有肾病跟糖尿病的患者，这是最没有顾虑的蔬菜之一。它护肾的机制在于它含有木质素跟果胶，这2种可溶性纤维在肠道里能像海绵一样吸附多余的代谢废物，减少这些废物进入血液，降低肾脏的过滤压力。另外它含有叶黄素跟玉米黄质的，对保护肾脏、微血管、预防糖尿病性肾病的并发症有帮助。怎么挑？选表皮光滑、颜色深绿、均匀，拿起来有点重的避开那种表皮已经开始发黄或有软烂感的。怎么煮？千万不要油炸。痔瓜的质地像海绵，极容易吸油，炸过之后吸进去的油量非常惊人，反而加重身体的发炎。负担最好的方式是切片之后用烤箱喷一点橄榄油，撒黑胡椒，烤出来表面微焦，口感有点像烤肉，很有着过。或者切薄片，大火快炒，加蒜末跟少许酱油，30秒就好，保留那个清甜的味道。在欧美超市强烈建议试试 zucchini noodles， 就是用刨丝器把痔瓜刨成面条，形状冷藏区有时候有现成的，用它代替意大利面，磷跟碳水的负担直接降低80%以上，口感清爽，加一点番茄酱汁跟罗勒很像。再吃正式的意大利面，但肾脏的负担轻很多。有一点很重要，痔瓜如果吃起来有明显苦味，请立刻停下来丢掉苦味，代表含有过量的葫芦素，会引起严重的肠胃不适。痔瓜怕冷也怕湿，买回家不要先洗，用厨房纸巾擦干，包好，放冰箱蔬果层可以保存5到7天。往辛香料区走，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选择，很多人习惯买白洋葱，但对肾友来说，换成红洋葱更值得。红洋葱英文叫 red onion， 有些地方也叫紫洋葱。欧美超市全年都有，价格也不贵。每100公克钾约146毫克，磷只有29毫克，比白洋葱多了一个关键物质，叫胡皮素，这是一种强效抗炎。黄酮能帮助舒张血管，稳定血压。我们说肾脏是一团微血管构成的器官，当这些天然成分帮助血管维持弹性，降低发炎，肾脏的过滤压力自然就小了。红洋葱鲜艳的紫色来自花青素，能保护肾小球抵抗氧化伤害。对需要限盐的肾友来说，红洋葱是天然的增味剂，炒熟之后有一种甜甜的香气，层次很丰富，不需要加很多盐，菜的味道就很好了。怎么挑？选表皮紫色鲜亮，拿起来沉甸甸的，没有发软或场牙的。有个细节很多人忽略，洋葱最外层那几片看起来像纸的薄皮，里面胡皮素的浓度是最高的，很多人剥得太干净，反而把精华去掉了，稍微保留那一层就好。
怎么煮红洋葱的胡皮素是脂溶性的，搭配橄榄油炒，吸收效果远比生吃好。切丝之后，用橄榄油小火慢炒，炒到半透明微焦的时候，甜味全部出来，香得很。用来拌炒其他蔬菜或者配蛋都非常好吃。如果有严重的胃食道逆流或胃溃疡，建议炒熟再吃。生洋葱的刺激性对胃黏膜负担比较重，如果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，红洋葱有一定的天然抗凝血作用，每天摄取量要稳定，不要突然大量吃。切洋葱怕流泪，解决方式很简单，切之前先放冰箱冷藏30分钟，或者在流动冷水旁边切，就不太会流眼泪了。接着是一个台湾人很熟悉的蔬菜，但在欧美超市长相完全不一样。茄子英文叫 eggplant， 在英国跟澳洲叫 aubergine。欧美超市的茄子通常是圆圆胖胖的 globe eggplant， 跟台湾那种细长型不同，有时候还有条纹的小型品种。每100公克钾约188毫克，磷只有24毫克，升糖指数15，几乎不影响血糖。茄子最关键的营养在它深紫色的外皮，皮里面有茄色素，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，能保护肾脏血管的平滑肌细胞，帮助维持血管弹性，对肾性高血压也有帮助。怎么挑？选表皮有镜面光泽，按下去有弹性，放开之后迅速回弹的。按下去凹陷不弹回来，代表已经老了。纤维多，种子多，口感差。怎么煮？茄子的质地像海绵，这是厨房里最需要注意的事。很多人做红烧茄子或油焖茄子，一盘菜下去吸进去的油量惊人，高温氧化的油脂反而加重发炎。最好的方式是先蒸熟再拌，蒸出来的茄子软糯入味，加一点酱油膏、姜末，少许香油，就是很好的一道菜。口感绵密，带点香气，很下饭。或者切片之后喷少许橄榄油，用烤箱烤，烤出来有点像烤肉的口感，带点焦香，完全不需要加很多调味料。切开的茄子放空气里很快变黑，切好之后马上泡稀释盐水或滴几滴柠檬汁，可以保持那个好看的紫色。接下来是一个非常平凡的食材，平凡到你可能从来没想过它跟护肾有关。黄瓜英文叫 cucumber， 欧美通常有2种，一种是包保鲜膜的长条温室黄瓜，一种是一小袋一小袋的波斯小黄瓜，口感更脆。每100公克钾只有147毫克，磷只有24毫克，含水量高达95%以上。黄瓜有一个成分叫咖啡酸，能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尿酸，而且不会像强效利尿剂那样造成电解质不平衡。对肾友来说，在不增加肾脏负担的前提下，温和地维持尿量排出，对保持内环境的平衡很重要。怎么挑选？颜色深绿，拿起来沉甸甸的温室，黄瓜选两端扎实不软的。怎么吃？黄瓜生吃最好，冰过之后切片，咬起来清脆多汁，夏天吃特别舒服，完全不需要加任何调味。如果要拌，加一点点醋跟姜丝，非常清爽。如果你是吃冷食，容易肠胃不舒服的体质，切片后加姜丝快炒，一样很好吃。有一个重要提醒，欧美超市的黄瓜表面通常有一层食用蜡，是为了保鲜跟运输，这层蜡很容易吸附农药残留。肾友吃黄瓜建议削皮后再吃，虽然皮里也有一些营养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削皮比较稳妥。黄瓜中心那层带点粘性的部分，很多人习惯挖掉，觉得没用。其实那里含有丰富的植物性成分，削了外皮之后，里面的部分整个吃，别浪费了。如果买不到黄瓜，丝瓜是很好的替代，两者在低钾跟高纤维的特性上非常接近。走到这里，我们快到最后了。接下来
这两个很多台湾肾友不熟悉，但他们是沙拉区的隐藏高手。先看这个放在生鲜冷藏区，一小把一小把圆圆的红色小球，叫做樱桃萝卜，英文叫 radish。 很多人以为它只是沙拉的装饰，其实它是让肾友找回味觉的秘密武器。每100公克钾约233毫克，磷只有20毫克。钾的数字看起来比前面几种瓜类稍高，但因为它口感辛辣扎实，每次吃的量不大，整体的钾负担比白萝卜更低。它含有芥子油苷，能激活肾脏内部的防御机制，帮助缓解代谢性酸中毒带来的肾组织氧化伤害。美国梅奥诊所的护肾食谱也推荐用它来替代食盐。它天然的辛辣感能刺激味蕾，让你对盐的依赖降低。怎么挑？选根部结实，没有裂痕，叶片还是鲜绿色的，叶子已经枯黄的，代表放太久了。怎么处理？很多人觉得皮太辣就削掉，但那红色外皮里全是花青素，是精华，不要去掉。洗干净之后切薄片，泡冰水10分钟，辛辣味会转化成爽脆的清甜，咬起来很有层次感。如果不喜欢生吃，用少许橄榄油快速煎一下，会变得有点像烤马铃薯的绵密口感，但钾跟碳水的负担远低于马铃薯。有一个细节一定要记住，樱桃萝卜通常带着大片叶子，那些叶子的钾含量是根部的好几倍。买回家之后马上把叶子跟根部分开，肾友只吃红色的根部，叶子留给其他家人。樱桃萝卜跟高丽菜一样是十字花科，如果有甲状腺肿大的问题，建议煮熟再吃。最后，这个是几乎没有台湾肾友买过的食材，它就放在超市沙拉区，一小袋一小袋，叫做芝麻叶，英文叫 arugula， 在英国叫 rocket。 它有一种特殊的胡椒香气跟微微的苦味，欧洲人把它当成日常沙拉的基底叶菜，就像我们用生菜一样。为什么连外国医生也推荐它给肾友数字说话？2大杯的芝麻叶钾含量不到150毫克，对比每100公克钾高达560毫克的菠菜，芝麻叶在沙拉区几乎是肾友的安全岛，磷含量也极低，升糖指数几乎是0，它含有硝酸盐跟硫代葡萄糖，肝能帮助舒张血管内皮，对控制肾性高血压、保护肾小球的微血管很重要。怎么挑？选叶片鲜绿，边缘没有发黄，叶子还是清脆的嫩叶，越嫩苦味越少。怎么吃？芝麻叶直接生吃最好，加一点柠檬汁跟橄榄油，清爽，带一点点胡椒香，跟甜椒切丝一起拌，甜苦交织，非常有层次感。柠檬汁里的维生素 C 还能帮助吸收芝麻叶里的植物性铁质，对同时有肾性贫血的肾友是很好的搭配。要注意，芝麻叶不能提前拌酱，一淋上酱汁它就迅速出水萎掉，里面的抗氧化物质也跟着流失。吃之前再拌，或者直接沾着吃。清洗要用盆子装水浸泡，让沙子沉到底部，洗2次最保险。如果你的肾功能已经到第5期，芝麻叶虽然相对安全，但每天还是控制在1小盘，不要过量。10种蔬菜介绍完了，但在你去结账之前，我要先提醒你3个在欧美超市很容易踩到的陷阱。这3种蔬菜外表看起来很无害，但钾含量是今天清单的好几倍。第一个是瑞士甜菜，英文叫 Swiss chard， 叶子颜色很漂亮，有红有黄，但每100公克钾含量将近550毫克。第二个是菠菜，英文 spinach， 每100公克钾含量560毫克左右。很多人以为菠菜最补，但需要控钾的肾友要非常小心。第三个是甜菜叶 beet greens， 这个比较少人注意，钾含量超过750毫克，
是今天清单里大多数蔬菜的4到5倍。这3种对健康的人来说非常好，但如果你目前需要严格控钾，这几种先避开。如果你的肾功能在1到2期血钾，正常适量吃是没问题的，但具体能不能吃，能吃多少，请跟你的肾脏科营养师确认。还有一件高端的事要告诉你，这对住在欧美的肾友很实用。你在欧美超市有时候会看到标着 hydroponic 或 greenhouse grown 的蔬菜是水耕蔬菜，一般人以为水耕就比较好，但从控钾的角度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2024年7月，国际植物学期刊 Plants 发表了一篇综述研究，结论是通过精准控制水耕营养液里的钾离子浓度，可以把蔬菜的钾含量降低10%到60%。日本已经有商业化产品在卖，美国跟加拿大也有农场在跟进。如果你在超市看到标着 low potassium 的水耕芝麻叶或生菜，那是肾友的极品食材，钾含量通常比普通蔬菜低1半以上，优先选它。但普通的商业水耕蔬菜只标 hydroponic， 没有特别标低钾的，不代表钾含量就低。一般商业水耕为了让菜长得漂亮、颜色好，营养液里的钾给得很充足，钾含量跟一般土耕蔬菜差不多。这类蔬菜的处理方式跟普通蔬菜一样，切片泡水再烫才稳妥。说到泡水，有一个技术叫利钾法，英文叫 leaching， 有科学依据。根据 Science Direct 发表的研究，蔬菜切片之后，温水浸泡最少2小时，再换水烫一次，可以把钾含量降低50%到70%。对于根茎类的高钾蔬菜，例如马铃薯、地瓜、红萝卜，用双重穿烫法，就是先烫一次换水，再烫一次，降钾的效果更明显，可以降低将近70%。操作步骤是去皮切薄片，约 0.3公分，先用温水冲一下，再泡温水至少2小时，最后换水再穿烫。这个技术能降低钾，但没办法完全去除，所以总摄取量还是要控制，不是泡过水就可以无限量吃。另外，利钾同时也会流失一部分水溶性维生素，要注意。今天清单里大多数蔬菜本身的钾含量已经很低，不需要特别做。这个主要是针对高钾蔬菜，让你多一个处理的方式。还有一件事，很多人迷信有机蔬菜，觉得有机最安全，选有机是为了避农药，这个出发点没错，但从控钾的角度，有机肥料里的钾含量反而很不稳定，有时候比一般化肥还高。所以控钾这件事跟买不买有机是2件独立的事，不要混在一起想。最后我想跟你说一件比所有清单都重要的事，很多肾友最大的问题不是不知道什么能吃，而是太害怕了，害怕吃错，害怕钾超标，结果菜盘越来越空，身体越来越虚，反而让情况更难控制。2020年美国肾脏基金会 KDO 起2024年全球肾脏病改善预后组织 KDIGO， 这2个全球最权威的肾脏病指引都在呼吁同一件事，让慢性肾脏病患者重新吃回足够的蔬菜。高钾食物本身不是毒，真正危险的是吃进去的总量超过肾脏能处理的上限。护肾饮食的内核不是恐惧某种食物，而是学会计算跟管理，选那些本来就低钾、低磷、容易计算的食材，把健康的主动权拿回自己手里。如果你对某种食材拿不准，可以拍下超市包装上的英文标签，在留言区告诉我你在哪个国家，我会陆续帮你解答。如果这支视频对你有帮助，点个赞让我知道，也把它分享给同样在海外调养身体的家人或朋友，他们可能比你更需要这份清单。我的频道里还有几支视频很适合接着看，
一支是60岁后只能吃这4种坚果肾科医师公开护肾时间表，里面我告诉你坚果怎么吃才能护肾不伤。肾早上跟晚上的吃法完全不一样。另外一支是50岁后吃水煮蛋要小心，这4种吃法最伤脾胃。很多人以为水煮蛋最安全，但吃错了反而伤肾伤胃，你一定要去看一下。还有一支是吃梨、喝凉茶、买保健品，这些你每年都在做的降火方法，有一半根本在帮倒忙。从医20几年，这期我说了很多平常不敢说的话，这几支都在我的频道里，找起来很容易，记得点赞收藏，下次进超市这份清单你还会用到。